很多人说这9味鸭脖实在太香，吃一次过后就容易上瘾，所以本人花了7期46天将其完美复刻。接下来将配方跟做法为你一一分享，这样自己动手做，可能比店里面买的还要好吃。那么首先第一步是熬制一桶开过的卤水高汤，准备1根敲破的猪大骨，准备新鲜老鸡半只，新鲜老鸭半只，新鲜猪蹄1根，还有新鲜猪皮2斤。那么这组食材就包含了优质高汤所需的鲜、香以及浓厚的胶质。接着将猪蹄1分为2，老鸡跟老鸭斩成大块，这样便于更好的出鲜、出香以及血水的充分渗出。然后将所有食材凉水下锅进行焯水，再加入去腥生姜、套葱、姜跟少许的高度白酒。大火烧开过后，打掉上层浮沫，一直焯汤一直打，直到完全煮不出血沫血水为止。这一步是高汤炖煮出来不发黑、减轻异味的关键。焯好水过后，捞出放入温水当中，彻底的清洗掉附着在上面的浮沫跟残渣。彻底处理干净的食材是能否炖煮出一款高品质高汤的基础。下面准备一组用于炖煮高汤的香料配方，再加入没过香料的开水，盖上盖子密封泡发5分钟，去除香料部分的苦涩味跟药味。那么这组香料的作用主要是去除高汤食材仅剩的腥异味。接着在汤桶当中加入清水35到40斤，最终取汤的重量为20斤。用大火烧开过后，再下入高汤食材以及香料，这样能够更好的产生乳化反应。烧开过后，持续用大火加持个半个小时，将食材的肉质跟骨质逐渐松软跟松弛。时间到了过后，再转中火炖煮个1个小时，让食材持续的产生乳化，从而让高汤达到一定的浓度。因为卤水的第1桶卤汤要有一定的鲜味、香味。炖煮时间到了过后，再转小火加持，巩固个3-5个小时，充分的压榨出所有食材的鲜、香，由此达到物尽其用的目的。炖煮时间到了过后，过滤掉所有残渣，细小的肉碎也不要放过。那么一桶鲜香十足、胶质浓厚的开锅卤水高汤准备完成。下一步再来准备一组香料配方，用于熬制飘香卤油。同样加入没过香料的开水，盖上盖子密封泡发10分钟，让香料吸出水分，防止下一步被快速炸糊。浸泡好了过后，用清水透洗掉泥沙跟灰尘，装碗备用。接着准备用于卤制的贵州朝天椒200克，福建辣椒丸150克。用清水清洗掉辣椒在采摘或者晾晒过程当中所吸附的泥沙跟灰尘。然后在锅里面加入色辣油3斤，色辣油的优质光泽度能够让卤油更加的油亮与光泽。加入老鸡鸡油1斤用于增香，加入刚刚晾好的猪油1斤，这样能够有效的压制住香料当中的药味。再加入少许葱、姜、香菜段、洋葱丝。再开小火慢炸，炸出料头的香味，这样能够有效的去除油的鱼腥味，以及起到辅助增香、解腻的作用。将料炸至金黄焦香过后，过滤捞出，再下入清洗好的2种辣椒，开小火慢炸。这一步的目的是激发出辣椒的香味以外，用长时间的慢炸，由此去除辣椒的造型。那么这样一来，卤味吃了过后容易上火的问题就自动解决。将辣椒炸至出香，表皮开始变得焦脆，进入出锅装盘备用。接着在油锅当中加入豆瓣酱400克，开小火慢炸。这一步的目的是为了炸出豆瓣酱的多余水分，以及激发出豆瓣酱的酱香跟酱色。小火翻炒个10来分钟，激发出豆瓣酱的酱香跟酱色过后，加入用石柱红跟2斤条制作的糍粑辣椒300克，持续的小火翻炒加持，一是炒出糍粑辣椒的色泽跟香味，二是让豆瓣酱跟糍粑辣椒的香味跟色泽重叠融合，由此来提升卤油的整体色泽跟香味。继续用小火炒制个20分钟过后，加入准备好的香料进行炒制，同样的小火翻炒，让香料的香味充分出香，跟所有的香味重叠融合，形成一股独特的诱人的复合性香气。将卤油熬至色泽红润，油料残渣色泽开始变深且微微发焦的时候，迅速关火，迅速加入高度白酒30克。这一是能够起到快速降温，防止余温加持，将料渣烧糊发苦；二是利用激发出来的酒精香味，有助于提升卤油的整体香味。等酒精水分挥发过后，盖盖，防止香味持续过度的挥发，并且将香味彻底的焖到油里面去。冷却下来过后，过滤掉残渣，然后将卤油出锅装碗。那么开锅卤水的核心飘香卤油制作完成。下一步制作复合糖色，在锅里面加入清水1碗，再加入黄栀子50克。用大火烧开过后，持续加持5分钟，充分的煮出黄栀子色泽，再过滤掉残渣，
将黄栀子水出锅转往备用。继续在锅里面加入清水1碗，再加入红曲米50克。大火烧开过后煮大概3-5分钟，充分的煮出红曲米色泽，再过滤掉红曲米残渣。红曲米是发酵物质，一定要过滤干净，否则极其容易导致发酵变酸。再将红曲米水出锅转碗。下一步在锅里面加入少许色拉油润锅，加入冰糖300克，开小火慢炒。将冰糖炒至即将融化的时候，再加入白砂糖300克。那么2种糖混合，炒制出来的糖色不仅红润，而且油亮有光泽。将2种糖完全融化，并且颜色开始变深，那么糖浆会产生密集的小气泡，随之小气泡会逐渐变大。当气泡开始破灭、回退的时候，也就是糖色最佳的取色点。加入准备好的黄栀子跟红曲米水进行及时取色，然后用大火烧开过后，持续加持个3-2分钟，由此挥发掉在炒制过程当中所产生的焦糊味。然后出锅装碗备用。优质的复合糖色色泽红润，有光泽，微苦微甜，而且抗氧化，因吸附能力都极强。下面再准备一组用于卤制的核心香料配方。那么这组香料配方是以白芷作为原料，具有增香、重点去腥去异、提振香味，并且具有渗透、解腻、降燥等等功能比较齐全的香料组合。再取出黄栀子跟罗汉果，以免浸泡的时候损伤色泽。接着倒入少许的高度白酒，用于激发香味。用没过香料的开水，盖上盖子泡发个15分钟，由此来降解、稀释掉香料当中的微微苦涩味跟焦味。再用清水淘洗掉泥沙跟灰尘，装入香料罐当中。归还取出的黄栀子跟罗汉果。那么卤制的核心香料准备完成。下一步进行卤水总成，以20斤高汤为标准，加入米精汤食用盐11克，味精汤鸡精味精各4克。冰糖50克，辣鲜露200克，鸡汁100克，青红花椒各80克，再加入准备好的复合糖色，调香卤油，酱烧处理过的干辣椒，最后加入香料罐，用大火烧开过后转小火，持续用小火加持个30到40分钟，充分的煮出香料香味，并且让香味、调味品、色泽跟卤汤融合融入一体。那么一桶以麻、辣、鲜、香4大元素为特色的绝味卤水调配完成。接着准备用于卤制的食材，除了鸭脖以外，咱们还可以卤制鸭翅、鸭头、鸭掌、鸭胗等等。接着来准备核心的去腥腌料水，首先准备清水10斤，加入食用盐30克入底味，味精10克，去腥粉20克，少许小葱，少许姜片，少许洋葱丝，少许料酒，将料水抓拌均匀。再放入准备好的所有食材，进行腌制浸泡1个晚上。那么这款超强去腥腌料水在预处理阶段就能够抹去鸭货食材的绝大部分腥味、异味。由于鸭货食材是属于腥异味较重的家禽肉类，所以去腥去异必须作为重点处理。腌制好了过后，再将所有食材凉水下锅进行焯水，加入去腥蘸酱套葱、姜跟少许的高度白酒，用大火烧开过后打掉上层糊沫，一直焯烫至完全煮不出血沫血水为止。再捞出放入温水当中，彻底的清洗掉附着在上面的浮沫跟残渣。彻底处理干净的食材，不仅能够保障自身的成品品质，同时也是保障一款高品质卤水能否正常运转的核心关键。接着将所有食材根据各自的卤制时间先后的放入卤水当中进行卤制。等所有食材全部下锅过后，再淋入高度白酒1两，用于去除仅剩不多的腥异味。重点来了，再加入蜂蜜2两，蜂蜜不仅能够撇去腥异味，同时还有增香、提味的作用。接着用小火将所有食材卤制成熟，这一步一定要采用小火，也就是卤水被烧开的面积不超过卤水总面积的1/3，这样卤水的香味、温度就会被卤油牢牢锁住，这样食材入香、入味以及成熟的效果会更好。那么卤制时间到了过后，再关火进行焖泡半个小时。这个时候卤油会收拢，将香味和温度牢牢锁住，用卤水的余温将食材口感发挥得更好，同时让食材充分的入香、入味，并且赋予满满的回口香。浸泡时间到了过后，将食材出锅。此时的卤货食材色香味已经发挥到了较好的状态，但现阶段的品质会再差一点点感觉，再差一点点意思，其实就是还不够深度的入香跟入味。但如果继续浸泡，又会损伤食材刚刚好的肉质口感。因为卤水在卤油的密封下，能够保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高温状态。
所以我们就等卤水的自然温度降至35度以下过后，再加入全熟的卤味食材进行回击。这一步其实就是我们很多老师傅卤制卤味都会运用到的一招，叫做热卤冷泡。这样做的优势是既不损伤食材口感，又能够让其深度的入香入味，甚至嚼开骨头都香，骨头都入味。因为冷静的时间为2到3个小时都毫不影响。然后将冷静好的食材再一次加热过后出锅，这样能够防止油脂的过多吸收。出锅的食材切勿直接进行食用，而是摊开让其自然冷却，并且风干半个小时过后，香味跟口感会更好。那么卤水当中的香料还可以使用2到3次，辣椒跟花椒也是一样。卤水当中的细小肉末也要捞出，碗壁上的污垢也要彻底处理干净，以免掉到卤汤当中，引起卤水发酸变质。接着用大火将卤水烧开，烧开过后再加入高度白酒1两，持续烧开个3-2分钟。这一步是给卤水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处理过后有利于卤水的储存。时间到了过后关火，卤油会自动收拢，并且将卤水完全隔绝，从而锁住香味，并且避免跟空气接触而导致发酸变质。等卤水完全冷却过后盖盖，放置到通风、干燥、阴凉的地方进行储存。风干过后的鸭脖干香十足，一掰断，肉质丝丝分明，由此保留了肉质该有的湿扯感，而且每一根骨节都已经彻底的入香入味。同时，如果才能够保持卤菜出锅过后保持长时间不氧化发黑，那么第一个最直接有用的方法就是低温储存，保持到5到10度为最佳，这样能够延缓正常氧化发黑的2到3倍速度。第二个方法是定时给卤菜食材刷上肤色油，隔绝空气，能够延缓氧化发黑的1到2倍速度。那么最后再淋上少许卤油，那么一道以麻、辣、鲜、香4大元素为特色的绝味鸭脖正式制作完成。如果看到此处都还没有学会的朋友，建议你一定要收藏起来，因为机会不是天天都有。最后尝上一口，入口的瞬间，麻辣鲜香铺满了整个口腔，再加上这口感，那么就一个字形容：绝！